收看关键时刻。今天美国发生一起骇人听闻的枪击案件，死者竟然被一枪毙命，而死者就是他31岁的柯克，而他的死亡竟然让全美的国旗，美国国旗全美降半旗，而降半旗之外，甚至连美国总统川普他特别在白宫开了记者会来哀悼这个人，甚至跟暴力来宣战，而不单单只有川普，甚至连反对的民主党所有大咖都站了出来，都要遏制这种暴力事件来发生。因为大家都知道一件事情，现在的美国根本就像是一个压力锅，而这个枪击案一下去之外，恐怕都炸锅了。为什么我会说炸锅？第一个涨的股票竟然是美国的枪支股，这就代表一件事情，现在的美国根本就是一个内战开战的一种氛围的前戏，因此你看到今天《时代》杂志直接用一句话讲得非常白 ，enough， 够了，真的是够了，因为他知道现在美国的政治氛围非常的对立，这一种政治的暴力真的够了，真的不要再发生了。志忠，我们刚刚特别讲，为什么今天这一起美国的枪击案件，全部的美国人，不管是民主党，不管是共和党，都在谴责这件事情。因为大家担心的是什么？这一枪下去，真的是美国内战的第一枪，美国内战的一个警钟吗？没错，为什么赵和会说呢？是美国内战的警钟？因为目前为止，美国分成这个极端的左跟右。好，那这次被枪杀的这一位这个查理·柯克呢，他是美国非常知名的保守派、极右派的年轻领袖，他才31岁，对，而且他的战斗力很强，他敢跟左派在校园里面互斗，所以他其实是左派非常大家所有人士的眼中钉。那就没想到他今天呢，在犹他州的大学在演讲的时候，被狙击手从高处这样一枪就直接击中他的脖子，他就马上就殒命了。好，因为他殒命的这个第一个时间点里面来说话，那川普非常伤心了。你看，川普马上就在他白宫里面椭圆形办公室，他说柯克遭到令人发指的暗杀，深感悲伤与愤怒。然后周二是美国的黑暗时刻，然后他还在他的出手写上面写了不起，堪比传奇的这个柯克已经离世，没有比他更懂、更深得美国年轻人的心。他深受所有人的喜爱敬佩，尤其是我。如今他不再与我们同在。那你知道他讲完这个文章，然后这个写这个出手球之后，他下令美国的所有的机构从今天开始降半旗，降到什么时候？降到这个礼拜天为止。所以呢，破天荒为这个 Richard Kirk 做这样的一个破天荒的这个动作。那你知道，因为他是一个极右派的一个非常知名的人物，所以你看。《时代》杂志马上就发了一个血被布满的一个封面，写 Enough。为什么？他怕说，因为这个事件会导致美国的冲突更加的这个剧烈。你说不管是左派或者是右派，大家讲什么？我要复仇了。对，没错，大家很担心这种复仇氛围会起来。那当然了，很多民众现在马上就到柯克，他有设立一个叫做转折点的总部去致花，这个去给他悼念。所以，他目前为止来说，这整个事件现在在美国已经几乎是完全炸锅了。对，炸锅是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柯克他是美国非常知名的年轻人喜爱的人物，特别是保守派跟极右派。所以呢，很多人开始，你看，这在华盛顿州的西雅图西雅图其实是比较偏向是左派的大本营，他都开始有人在举行这个所谓的烛光的这个祈祷会，那甚至在这个遭他枪击的时候，很多人都在那边祈祷祝祷他。你看，整个西雅图居然有这么多人。所以今天他是不管你是左派或者是右派，对，大家都知道这情况。现在的美国情况比我们想的还严重。对，现在透过这一种祈福，甚至点烛光的方式，对，希望能够抚平伤痕。对，没错，要希望能够抚平这种分裂。好，那我们讲，除了这个西雅图之外，这是奥克拉荷马大学，它在这个它有一个美国转捩点的这个分校的时候，他们看他们在那个地方也有祝祷他，然后他们在喊什么 USA。那另外还有人在在为这个 Richard 在做这个悼念的时候，就有人被打到手机被打到这个地上，手机被打到地上的时候的画面又全黑的一个状况，那样画面又全黑的这个状况，所以呢，实际上有人他要拍，结果没想到就有人把他打掉。对，那整个晚上来说，非常多人在各地方呢，甚至还有人就骂这个 Richard Kirk， 那么就有人要去殴打他这样一个状况，所以你就知道说，他现在整个氛围真的是我刚刚讲压力锅。我们以为这一个烛光晚会可以抚平这一切，但是你看到连去帮忙的，连去祈祷的，现在双方都已经打起来，没错，呛瞎的。这个气氛来氛围来说话，两派左派跟右派两个之间的这个压力越来越大。好，那我们跟他讲，那他到底是为什么过世呢？你看他事实上。
你看他长得相当的年轻，他只有31岁。对。然后因为他最近一段时间呢，他在美国各大学校，赵总你知道吗？事实上，川普上这个2024年大选能够获胜，事实上跟他有非常大的关系，因为他一直在美国的大学里面拉拢年轻人。对，他一共讲了约莫是800多场的这个演讲，然后每次都是这样子，他都有一个帐篷在那边，然后他就坐在上面，然后下面都是所有的群众，你可以到前面来跟我辩论。他就说他的这个标题很简单，你证明我是错了，你只要能证明我说倒我的话，我就认输。那他就在互相辩驳，那他都很喜欢讲什么左右派最在意的什么枪支啦、堕胎啦、还有家庭啦，还有同婚啦，还包括性别这些，他就是跟你战。所以等于是左派就很怕他，大家都想跟他，但又想跟他战。所以就变成这样一个状况。好，那他当时在这边讲话的时候，就没想到大家那边讲没多久的时候呢，他们就有人上面问他一些相关的问题的时候，就突然之间，你看就有人在问他问题，对，然后他在上面在准备要回答的时候，突然之间就砰一声枪声就响过来，枪声响过来之后，群众你看就这么一枪，他就倒下了，他就倒地。好，倒地的时候，你看，当然第一个时间很多人把他救出去，但是救出去来说的话，正好因为他中脖子。中脖子来说，他血流如注，对，应该是在当场就应该已经过世了啦哈。那当然，警方马上就要去抓人嘛，所以他们就从你看，他们这是他们演讲的会场，他们从上面去又看到一个疑似人影，看到一个疑似的人影在那边，然后美国 FBI 美国当地的这个州警就马上去抓他，但是没有办法抓他。第一个时间有抓到一个叫做金恩的，然后金恩来说啊，这个年纪比较大。然后后来就说啊，不是他了，把他放走好了，就不是他了哈。另外第二个，后来又抓到另外一个嫌疑犯，就没多久的时候也不是他了，所以他们两个后来都不是他，就被人家放走。所以事实上到目前为止，真正的枪手是还没有找到。不是，这也太奇怪。金恩是第一个逮的，然后结果呢，很多人说什么，连这个大学生他都说他声称是他干的，开始大喊大叫，但他身上甚至没有枪。对，太奇怪，就不是你干，你叫那么大声。对，因为为什么？因为大家都知道，事实上在枪在走，他在顶楼，他在屋顶的顶楼。不是这个人好，所以你要知道，事实上，但是美国 FBI 或者什么，他们宁可先不要抓，宁可抓错，也不要忽视这件事情。但是问题是现在整个嫌犯没有抓到这个人。好，那我们就跟他讲，那柯克到底是什么样的人物呢？赵你知道吗？事实上他今年31岁，对不对？18岁那年，奥巴马当选连任，因为他是芝加哥人，他对奥巴马非常的不开心，他觉得奥巴马你那个极左派跟我的理念完全不合，所以他就辍学，念完大学的时候他辍学之后他就成立一个叫美国转折点这个东西，然后他就说什么，他深入自由派的主张，然后包括说传播什么财政保守。自由市场还有有限政府的这样一个状况，然后结果他就一直在跟他们战。你看，他就说跨性别认同、气候变迁、信仰跟家庭，还有这个议题，直接挑战青年学子的这个观点。对，那很多青年学子都是左派嘛，所以他就是毫不客气跟你们对战。那对战的时候，你知道他这几年的这个状况来说，你看他已经，你看他的这个所谓的这个 X 有559万。他的 Instagram 有863万，快接近900万了。对，然后他的这个 YT 来说有400万，所以他根本就是一个年轻人。是。他就是很多的年轻的追随者，对他等于是什么样的概念？你看，他就跟很多年轻人在辩论，对，他等于是第一个年轻人的国师，然后第二个是川普的这个造王者，再就是他是一个非常大的网红。你看他有那么多的这个网红在这个地方，那因为他影响力非常大，那所以呢，你看他在超过850所大学有分社，然后定期举行大规模的集会，然后还邀请川普等等重量人士哦，然后他还会。这个有什么 MAGA 的这个青年派的这个发声人，所以呢，他等于是年轻选票。那这一次的这个年轻选票来说的话，就要靠这个柯克。好，所以那柯克呢有多次造访白宫，然后在共和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面，他有演讲，然后出席川普的就职典礼，成为川普圈子里面最受倚重的年轻代表，才31岁而已，对不对？而且他很敢战，对，他完全不畏战，他超级敢战。对，你看，伊斯兰是左派用来割断美国喉咙的剑，然后不允许任何来自加沙人这样的人来到美国，就这样。不，以色列并没有让加沙人这个挨饿，所以呢，他就这个以色列的这个相关问题的时候，他敢战，他敢跟大家战。好，那我跟他讲，为什么他那么重要呢？赵，你知道吗？在2024年的大选的过程里面来说的话，他可以说是帮了川普非常大忙。他几乎把所有的摇摆州，他在最后的时候都在所有的摇摆州里面呢，动员所有的年轻人。这么厉害？对，动员说，你知道，事实上在上一届这个第一次这个所谓的川普的这个竞选里面来说，跟拜登那次竞选，他在年轻人的选票，就是30岁以下的年轻人，他足足输了拜登24%。对。但是他在这一次跟贺锦丽的竞选里面，他只有输他11%。所以就说，
他这个成长幅度这么大，是来自谁？跟科克有非常大的关系，都是他弄的。我跟他讲，有一个非常重要，就是这个亚利桑那州。亚利桑那州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他在亚利桑那州不断的在州里面这样演讲的时候，你知道他在最后时间里面来说，动员了5万个年轻人，大学年轻人或者年轻人，他们去登记成为选民，然后愿意要投给川普，有5万人哦。所以很多人就说，很多人是因为他的关系才扭转了这些摇摆州，所以他等于是一个非常重要。所以为什么他会被左派盯上？因为他就是你这个人就是未来可能左派最重要的敌人之一嘛。所以呢，事实上，那尤其是人家有问他说，那你要不要准备要选总统？他说没有，我们要选总统，因为他年轻人的族群支持度非常高。我说我们要选总统，但是我会支持2028年范斯继续担任总统。所以等于是他就是这样的态度。对，那对左派人来讲的话，他就是一个除之后快的一个人物。所以现在很多人担心，就是左右两派这种集结起来，就是这样的原因。他真的要开战的感觉。对，那尤其是怎么样？尤其是你看最近一段时间来说他被枪杀，对不对？对。我们前几天不是在讲吗？在这个所谓的夏洛特，不是发生一个这个乌克兰的女子被杀吗？就他是为什么？他就说，哎呀，他是一个这个所谓的这个精神可能有异常，对，用这样可能来脱罪。所以人家就说，科克搞不好到时候抓到这个人的时候，还说什么他是什么这个精神异常这样一个状况。所以你看，这个川普就说不行。那些动物就必须要死，所以他意思是说，你无论用什么理由杀害任何人呢，你都要死。这个杀害这个乌克兰的那个年轻人的那个女子的这个人你要死，杀害科克的人这个你也必须要死。所以呢，他的这个主张是相当的这个。所以事中我们看到，这是《华尔街日报》的主笔是写的，对，他特别针对这个事情，我们都知道。主笔是就代表了这一间报社，它代表是什么？它对美国的担忧。你可以看到哦，现在这个时刻对国家来说是一个危险的时刻，可能陷入难以遏止的政治暴力循环。对，这表示说什么？再闹下去，再不阻止，真的双方要打起来的。对，所以我就在说，这种极端的两极的这个政治变成一个非常大的影响。而且它下面还有写到什么？这些攻击的实施者的精神疾病跟妄想程度各不相同，但是重点来了。他说，美国社会已经逐渐拆除了曾经阻止这些精神问题严重患者的偏离文明社会规范的民事跟社会的护栏。过去美国是有这护栏，但现在完全没有，完全没有。那你一冲突起来的时候，对，没有人可以挡得了。对，所以我就说，第一个时间点里面来说的话，现在民主党跟共和党的人都出来要灭这个火。你看，第一个时间。拜登马上说，我们国家不允许这种暴力，他必须要立即停止。那甚至连 Newsom 可能被认为说下一届民主党有可能的这个参选人，他说令人作呕、卑鄙，而且这样受到谴责。所以他今天不管是民主党对共和党对，不管是曾经的总统跟未来是要选总统，是大家都知道一件事情。你今天不阻止这件事情，你今天不去痛批去改进这件事情。你美国真的惨了。对，尤其是科克，我刚才讲了，科克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年轻网红。那他的过世之后呢，可能对于很多这个右派，或是对于很多这个保守派，他们可能会相当难以接受。那未来会不会产生更大的冲突？所以来说，这个事件来说的话，的确是不是暗示了美国的这个政治呢，来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那我们就且看且走。玉凤，这一次的枪击案件，我真的觉得百思不得其解的事情是什么？这一次的枪手竟然一枪。在183公尺外的顶楼，就一枪就把科克杀掉。我心想，这不单纯，为什么不单纯？你距离有183公尺，而且那时候演讲人旁边这么多人，你竟然可以穿越从这个所谓的屋顶一枪下去。这难道真的是职业的枪手吗？其实我们看到科克被暗杀的这个画面，大家想到一件事情，像不像川普在选前被狙击的那个画面？对，一样从制高点把他给打下来，一样很精准。如果那一次川普没有一个转头的动作的话，是不是一样打到？那你看这一次的话，科克他是打到哪里？他是打到他的一个脖子。而特别的是说，这是一个前面有很多人群，然后呢，科克他上面还有一个帐篷。对，那你到底要怎么样来精准的在183公尺外？一枪命中，他就开了一枪而已哦。然后我们要介绍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呢？这是尼可拉斯·兰斯塔德，他创下一个纪录，他曾经在阿富汗的时候呢，他6778英尺远的时候狙击了
对狙击了他的敌人。所以呢，由他这种精英的狙击手来看这件事情的话，他说现场就像是一个鱼缸。你想想看哦，这是一个画面，是他们案发的现场。对然后呢，在事发之前拍到的影片，疑似在洛西中心的顶楼。就是枪手他趴的一个地方，结果呢，柯克在这个地方，所以等于打下来的情况之下，你就看到一个画面，这是一个三角形，因为这是一个很大的广场，这像不像是一个鱼缸？对。而被害人就在鱼缸里面，他根本无处可逃。还有一个重点是他开枪的时候讲到了一个议题，是跨性别的枪手的议题。对。所以枪手原本就是预定来这个地方了，但是有没有精准到听到会让他俩拱的议题？他在出手，如果是可以精准到这个样子的话，那背后可能不是一个人弄的，可能是一个 team 来处理这件事情。也就是说，当那个人问问题的时候，对，就是开枪的时机了，就是开枪的时机。如果精准到这样的话，真的是令人觉得毛骨悚然。好，如果发生这个事情的话，你会想到一件什么事情？大家一定要讲说，不要再有枪支了吧？对。我们台湾人的想法是这样吧？你又是一个无辜的受害人，然后就是年轻的一个领袖，那是不是应该要把枪支给变掉？没有，美国人的想法跟我不一样。我们这时候要买更多枪，因为坏人有枪，我们就要有枪，真的要开战的。对，你看最近的美股波动起伏很大的情况之下了，包括史密斯威森。它是一个最大的一个手枪的制造商，你知道吗？这是5日的线图，你在波动，结果呢发生意外的时候呢，棒！竟然涨了几趴，6.7%。你不要以为只是单纯史密斯威森，然后呢，包括这 American Outdoor Brands， 这非常的有名。结果呢，它也涨5.29%。所以呢，不管你是做左轮手枪的，不管你是做交易平台的，不管你是做保卫自己的一个比较小型的枪支的，反正在枪击案发生之后呢，这些枪支股每个都涨，所以你要想一件事情哦，这才刚刚发生，今年的8月27日的时候，校园枪击案，而校园枪击案最可怕的一件事情是小朋友去做弥撒的时候，对，做弥撒的时候呢，这2个小朋友来不及逃，8岁跟10岁，竟然就惨死在教堂里面，然后现场的画面出来，大家会觉得非常非常可怕，大家都在跑了，都是小朋友，然后呢都没有武器在身上，然后呢很多人一边奔跑一边说枪手在哪里，那个紧张惊悚的画面让大家觉得很不舍。可是呢，真正杀人的凶手是谁？是23岁的一个跨性别威斯特曼，他竟然怎么样呢？他是先有计划，然后呢再从教会的周边来开枪。为什么呢？因为他已经有准备了一个蓝图了，他把所有教会里面的讲台，还有所有的位置座椅给画出来。为什么？他希望说在最快的时间之内枪杀最多的人，这非常的可怕。甚至有人说呢，他在枪杀的时候呢，那个教会的门是被他反锁的。所以等于那小朋友是来不及跑的。然后呢，在发生这个惨案之前的话，你看他身上，他在他的个人网站上面 PO 了非常多可怕的一个画面，对，子弹上膛了。然后呢，上面呢甚至还写了什么？你仔细看定格来看一下 ，Kill Trump， 哇 ，Kill Trump now。所以他根本就是有备而来的。对，然后呢，还有一个靶，而这靶上面呢是黑化的 Jesus， 所以呢，他根本就是非常非常的一个左派，甚至呢他在日记里面写了很多什么，你知道吗？我讨厌法西斯主义，但是呢，我也喜欢看到孩子们被受到这种痛苦，非常的令人觉得可怕。可是呢，重点来了，他在案发之前，他有去枪械的公司去看，可是大家不认为他有任何特别或者是任何的异状，所以呢，等到案情发生之后呢，其实这些枪支店老板就说，我没想到他会犯下这个案。所以他在案发前5天他还去试枪，而且他还不断的练枪，甚至把这个靶全都拿出来。但是在美国人看来，很正常啊，谁想到5天后你竟然大屠杀？对，所以呢，你觉得他有没有真相？我们来看是有太可怕了吧？但是呢，对美国来讲的话，就觉得买枪只要你有 license 的话，那你是可以合法用枪支的啊。所以最后这个人拿了一个步枪、一个自动手枪，然后还有一个防身用的小型手枪，竟然就犯下了这个案子。那重点是什么？重点是说他们讲的这个跨性别，现在大家又吵翻天了。对，因为他为什么犯下这个案子？那就是因为川普在竞选的时候呢，一直要 ban 跨性别的一个状况，所以呢，他原本是男生，身体男生，后来呢，其实他有经过改名，所以他已经变成这个样子。那犯下这个案子之后呢，哇，我觉得川普真的是不管怎么政治不正确或不正确啦，反正呢，他就是狂人，他就告诉大家一件事情，不准跨性别者来买枪，因为他觉得你们都有一些奇奇怪怪的潜在的一个因子，在台湾你根本不可能讲出这样子
政治不正确的话，但是川普不管，川普就说呢，反正你这件事情又证明了一件事情，跨性别者就是一个潜在的枪手，禁止他们来买枪。或者现在美国的氛围只能说越来越奇怪，而且弥漫着一股，你现在只要再发生一点什么事情，有一点火花的话，真的内战就要来开战了。你看到我刚特别提到《时代》杂志，它特别挑了这一张照片，直接有个英文单词跟你讲非常白 ，enough 够了，真的够了，因为你再不够了。真的，双方的冲突如果再激化，我们刚刚讲枪支股都已经涨那么多，表示大家都已经去买枪了，真的会一发不可收拾的。是，其实这个 enough 而且是用红色的，为什么是用红色？其实它在凸显一件事情，你知道美国光是今年半年以来已经有150起因为政治歧义而导致的一个攻击事件。死伤人数大概有数十人跑不掉，所以他们就说，为什么这个政治攻击在美国已经变成是生活的日常？甚至他们有一个讲法，说什么讲法？这大概是1970年代，最后旁边才有一个马丁路德金恩这样的。对，他说大概是在1970年代以来最激烈、社会最对立的一个情况他们还有一个数字从2021年1月6号国会山庄的一个暴动事件，到2024年总统大选也包括那个川普被枪击的这件事件，整个美国至少有300起类似的政治攻击事件，所以他们都强调一件事：因为理念不同，因为主张不同，导致美国现在感觉上意识形态的内战已经开始。对，而这个意识形态的内战有没有可能会变成实体的战争？今天这一枪响。打的已经夺取了就我刚刚讲的 Charlie Clark 的性命，但事实上有越来越多他们同阵营的人感到非常的愤怒，甚至我跟你讲，他们已经讲说什么，我一定要帮他去报这个仇。我跟你讲我要讨公道的。我跟你讲，这很可怕，因为他已经被川普，因为我刚刚特别查了一下川普的最新的一个谈话内容他已经被川普直接定调，他就是一个殉道者 martyr。为什么说他是一个殉道者？他就直接说他说这个Clark 他是一个爱国者，他把自己的人生生命献给了一个 open debate， 就是公开的一个这样子的辩论他希望为什么？因为他希望为国家带来更多的一个就是大家可以彼此来交换彼此的意见。所以呢，他为了自由而战，为了民主而战，为了司法而战。结果今天他竟然就死在他的一个舞台上，什么舞台？公开辩论的舞台。他全身上下没有任何的一个武器，但是却不容于敌营的一个生存。为什么？因为就很多的敌营阵营里面来看，光是这个 Clark 他自己本身的存在就是一个致命武器。对，刚刚大家有稍微爬梳一下，我再把它比较具体的描述一下。你知道吗？他18岁的时候他就辍学，他家其实是有钱人，他爸爸是建筑师，他是芝加哥里面算是富豪孩子，但是他认为大学都在灌输那种左翼的思想。大学事实上没有办法让你真正的体察民意，所以他18岁的时候，他就成立刚提到了 Turning Point 这个 TPUSA 的这个组织，到现在目前为止，这个他18岁当时创的组织，到现在在全美国800多个学校里面都有分会。你说他影响力大不大？大，他吓死人的。所以你看，他甚至出了一本书。2020年的时候，川普败选，他出了一本书叫《Mega 主义》。对，他帮川普的这个 American Great 更写了一本书，然后就不断的去，就算是川普败选，他还去海湖山庄去看川普，而且不断的用步行的方式，就是深入民间的方式，到各个学校、各个大学，而且就是去到那一些所谓的自由主义比较盛行的校区里面，去灌输传统的思想，而且跟他们进行公开辩论。所以呢，他其实非常厉害，你知道，他根本就是川普最年轻的国师，川普的年轻的票都是靠他的。是，川普甚至在胜选的时候，他直接感谢他，他说共和党从来没有在年轻族群过赢，而且他竟然大赢30%，为什么？当然为大赢这么多，他说就是因为他，对，他就直接归功于他。所以美国甚至有人讲，你知道说他什么？他现在才31岁，你再给他10年，美国的副总统、美国总统就是他了啊！他
刚刚不是特别提到吗？你知道吗？他这一次川普胜选主要就在几个州嘛，就本来摇摆州嘛，像亚利桑那州，像那个乔治亚州，像宾州，他的太太，就是他那个娶的太太，对，是前亚利桑那小姐。他甚至他以前刚开始的时候，18岁的时候，他的 turning point 他就靠募款，他募款可能只有几万美金、几十万美金，他现在募款可以到9000多万美金呢。所以你就知道他是一个天生的演讲家，他没有任何的武器，可是看在左翼的眼里面，他本身的存在就是一个致命的武器。所以有人为什么川普这一次会那么的生气，而且甚至又觉得说这是美国史上最黑暗的一天，因为他觉得如果说连一个手无寸铁的，他只是用他的嘴巴、用他的麦克风深入校园跟你进行一个公开辩论的情况之下，你都要用这种狙击的方式，那美国还有和平的一天吗？你知道现在就有人找出来，他在死前的时候他到底说了什么？对，那你知道这有一段是有比较清楚的，就是说有人提问，你知道过去10年有多少美国跨性别者是所谓的大规模枪击案件的凶手吗？结果他就讲了一个 too many，too many， 然后旁边就很多人在笑。结果后来这个人就继续追问啊，他就说这个答案是5哦，然后他又问他说，那你知道这10年总共有多少起大规模事件的一个枪击事件吗？结果他就反问一句，你讲的是有包含帮派火拼吗？但是据说问问题那个人就说 great， 他马上就中弹了。你说 great 一喊完 ，bang， 枪就来了。是我跟你讲，因为这个是目前有一个这样的说法。那他曾经在其他的一个校园的辩论场，他甚至讲到一件事，他讲到说，我还是虽然我们有可能，应该他是这样讲的，就是说在全民都可以合法拥枪的国家里面，还是难免会有因为就是一些状况而导致无辜的生命死伤。但即便如此，他还是捍卫合法拥枪权。那有人就说，是不是今天下手的人就是故意要用这种方式？你今天所倡导的就是合法拥枪权，但是你就是会被这样子情况之下，然后丧失了生命。但当然，反对的人就轻轻讲说，你这个不叫做，你这个是政治狙击，你这个是有意图性的政治狙击，跟你那个合法拥枪权根本是2回事。不是，所以现在美国这种枪击、这种暴力的事件也太多了，太多到怎么样？你看到直接。总统川普就直接讲，这一次乌克兰这个事件，他说什么？绝对不能让这种暴力犯再逍遥法外。他说，我以后绝不能手软，大家也绝对不能手软的。是我跟你讲，因为这几天哦，刚好就是有在释出，我们之前只有看到这个画面，对不对？其实我比较完整，你看到那个现在那个女孩子的惊恐的双眼，直至死前，你有没有看到？直至死前，她是捂着脸、捂着嘴，她竟然完全不敢喊出一句 help。他是极度恐慌，你知道为什么他完全不敢喊出 help 吗？因为他事实上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只是觉得说怎么会有这种件事情，他整个吓到了，然后他在死前还一直捂住嘴巴，他吓呆了，他吓死了，他根本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他就倒了。然后你知道，大家看这一幕非常难过，因为在这个车上不是只有他跟行凶人，后面还有至少4、5个人呢，全部都这样冷眼旁观，都没有人救他吗？没有，所以这后来这大家看到这一幕之后，都心里想到说，我们怎么会让一个逃避战火来到美国寻求庇护的一个乌克兰的女子，孤零零，然后完全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况之下，至死前还捂住嘴，不敢喊救命的这样的人就死掉了。所以现在这一个愤怒哦，尤其行凶的人现在被人家发现什么？他竟然是有14起的一个前科记录啊，甚至有重伤害啊。然后判决他可以继续爬照的那一个是一个黑人的一个女法官，就被人家发现那个黑人女法官事实上她的经历有很多问题啊。她其实在其他州好像是从事一些服务行业的，就她来到这边，然后会不会他们就质疑你是不是因为她一样是黑人，你是不是因为怎样，你是就是因为所谓的那一种美国的那种多元的一个思考量情况之下，所以你纵放这样子前科累累的，就导致这个悲剧发生。你知道这个画面出来之后，大家都被那个现在这一个乌克兰女性她的惊呆吓到的表情。这么多人哦，你看1、2、3、4、5，然后这2个人有发现哦，结果没有人帮他，
没有人帮忙，最后他就直接坐在位置上，最后失血过多，他倒下去了。我跟你讲，我看到他最后死前还无助者，我真的非常非常难过。很多人都在问很多女生，你在被抢劫的时候，你为什么不喊救命？你在被性骚扰的时候，你为什么不喊救命？你在被强奸的时候，你为什么不喊救命？你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你为什么不喊救命？现在我们就告诉你为什么不喊救命，因为你吓死了，你吓呆了，你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现在美国的这一场怒火，包括那个马斯克，他都出来，他捐了100万美金，他成立一个基金会，他就是要让美国各个不同的一个街角都画下这个女孩子生前非常漂亮的一个脸孔。他要提醒大家，当你纵放囚犯，所谓的多元思想情况之下，你无疑是害其他无辜的生命陷于一种恐慌当中。所以现在美国就开始有越来越多人捐钱，除了就是说一部分钱给他家人之外，另一部分就是让这个女生生前漂亮的脸孔在其他的一个角落出现，提醒美国人不要让这样漂亮的生命、年轻的生命死于这样我们刚提到的前科累累的这样的人手里。廷伟，现在目前美国的对立情况真的有到严重成这个样子吗？我记得去年12月的时候，美国也有发生一个当街的枪击案件，死者是他是美国最大医疗保险公司的执行长，叫做汤普森。照理来说，当街枪杀之后，大家应该要去谴责这件事情。你为什么可以在当街杀人？那没有，可是最怪的是什么？就是这个当街杀人这个人，竟然被美国人推崇，他说他叫做现代的罗宾汉，这跟我们的认知也差太多了吧？对，现在美国的社会里面的确是非常分裂的这两个部分了，右派、左派。我们讲说左交，然后是极右派的这个保守主义的这两派的势力来讲是对峙的。但今天来讲，这一起这个 Kirk 的枪击案，对，跟上一次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在这个曼哈顿发生的这一起这个枪击案，对，基本上来讲的话，都是一个两边激进的一个这个派系这个分子来讲的话，他们采用这种暴力的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怎么讲呢？我们先看去年这个案子好了。这个案子在曼哈顿发生的时候，这位年轻人其实家世显赫哦。这一位年轻人他是意大利裔的后裔的美国人，对，而他的阿公其实就是意大利他们的重要的家族，在美国的重要的这个巴尔的摩这个地方是一个房产开发商，所以他家里其实非常有钱。而这位年轻人呢，叫做曼吉奥呢，他的堂哥还是所谓的众议员哦。那他本身来讲的话，他其实家里不缺钱，而不缺钱的情况之下，他又是一个宾州大学的学士跟硕士，对。他是一个工程师，也就是说，他是一个比较顶端社会的。而今天呢，他开枪杀了谁？开枪杀了保险公司的 CEO， 叫做这个汤普森。汤普森呢，为什么呢？因为他痛恨保险公司，在他被发现到的那所谓的弹夹上面呢，竟然有3个弹夹刻了3个字，对，一个叫 deny， 一个叫 defend， 一个叫 delay。那这个刚好就是有一本书哦，就是专门在告诉美国的民众说哦，你怎么去捍卫你的权利？为什么呢？因为你缴了保险费，不见得保险公司会支付保险费给你。也就是当你真正发生事情的时候，这些都被类似这样的 CEO 整个像魔鬼一样把这个钱给他吸走了。对，所以今天来讲的话，这一位少年就是曼吉奥呢，他基本上呢，他是用自己的。这个所谓的所学哦，他在自己家里呢去做什么？用3D 列印的方式列印出枪支啊，列印这个枪弹啊，所以基本上都是没有编号的。所以他根本就是为了这一些被保险业坑杀的人，是没有办法把钱拿回来的人，他才用3D 列印的方式把一支枪做好。结果当街杀了这个人，对，那杀了这个人之后呢，而且他本身来讲，就是为了这些所谓的被保险者来讲的话，他们的提出一个所谓的捍卫公义、公平正义的，那显然就是什么左派这边的这个立场。那他用一个激进的方式去杀了这个保险业的 CEO， 所以呢，有人会称为这是所谓的现代罗宾汉，但是也有人批评说，这根本就是用一个非法的手段去达到你要的理念。但是今天我们看到这个 Kirk 这个案子一样的概念，所以美国的社会现在年轻人来讲分成两大派，而这个 Kirk 他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理念哦，是散播在整个美国，他不是只有单独只是在他的所宣导的这些相关的这个单位而已哦。
他甚至于在上个礼拜还在韩国跟日本还演讲，而且他还支持韩国、日本的右派的觉醒。也就是什么意思呢？其实我们看到这次选举当中哦，川普他一个很重要的金主就是谁？马斯克，对不对？对。马斯克不是说哦，接下来美国选完之后，他就协助资金，协助欧洲的保守派的右派的这个右翼的团体政党能够获得选举。当然，在德国可能这个有一点失败。但是其实这个克尔克他就这个上个礼拜才到亚洲来，而且这个支持韩国、日本的相关的右派的政党以及右派的年轻分子站出来，因为捍卫你的一个权利，而且他提出一个这个理念，这个理念其实是在目前整个全世界散布哦。但是你知道美国社会还有另外一派来讲的话，就是刚刚讲的他这些理念的另外一面。也就是所谓的支持同性恋嘛，支持这个什么什么人权，或支持什么这些东西嘛。所以简单说，这两个极端的这个团体来讲，在美国来讲越来越分裂。对，越来越分裂的时候，可能接下来就是火拼了。这个火拼的概念就是我们讲说美国内战。而美国内战它不只是一个枪炮弹药的内战而已哦，它是一个意识形态，它是一个价值观的对垒。而这个对垒来讲的话，我们看到在陆续的选举当中都会出现，那这个也造成美国内部分裂的最主要的原因。但重点是说，像柯克这一号人物，他的确是可以撼动川普的决定哦。本来这个亚利桑那的这个州的州长的候选呢，本来在共和党党内初选的时候。川普在今年2月的时候是支持这个 Robertson 是房产开发商，那当然跟川普的关系非常好，那做的也不错。但问题是什么？这一位年轻少年呢，他跟这个所谓的 Andy Biggs 啊，也是一样，就是在亚利桑那州的这一个所谓的共和党的这个州长提名的候选人呢，他跟他对谈之后，发现到这个老头子哦，60多岁了也不错。而且呢，他甚至于他的影响力去说服川普说，你要支持这个 Biggs。也就是川普后来在4、5月的时候又改变意向，说他也支持 Biggs， 所以显然哦，这个克尔克他对川普的影响力是非常够的。对，他一句话就可以翻倒这个所谓川普原本对 Robertson 的一个支持，而另外也所谓的我们讲说双重支持啊，双重支持另外一组候选人就是所谓的 Biggs。所以显然哈，这些年轻人他们价值观理念，所以你可以看得到为什么川普后来选范斯担任所谓的副总统候选人，因为范斯同样的理念，也就是说克尔克他会支持范斯，毕竟来讲他们有一个价值观的共同的基础，才会现在的美国社会，特别是保守派的，他们是大团结在一起。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情出击。